头好疼。古月兰睁开眼的瞬间，就感觉后脑勺刺痛刺痛的。她慢慢的坐起来，发现自己竟然是躺在院子里的。这是哪儿啊？正当她疑惑之时，一股不属于她的记忆汹涌袭来。缓过劲儿后，她差点吐血。她穿书了，还是前不久看过的一本《大男主文》，而她这个身体的主人正是男主方家老三的原配妻子，还是那种嫌贫爱富的渣原配。原主今日回婆家的目的是偷男主的古籍拿去卖了换钱，还他欠下的印子钱，却不小心被二嫂李氏发现。二人争执之下，原主把怀孕的二嫂推倒在地。慢了一步的婆婆张氏从正屋出来，看到怀孕的儿媳妇倒在地上，抄起门边的扁担就朝原主的腿打去。原主躲避不及，重重的仰面摔倒在地。然后他就来了。作为中医世家的传人，他可没少行善积德，为何川叔还给他弄了一个烂摊子啊？古月兰觉得这老天爷对他充满了恶意。这时一道惊呼声从西边的屋里传来。哎呦，不好了，孩子的脚先出来了。花大嫂，你可要救救老二家的呀。我尽力。哎呀，大妹子啊，我没法子了呀，你们这赶紧把人送到镇上医馆呐，说不定人家医馆有法子呢。哎，大妹子，花大嫂，你再想想法子，你再想想法子，我求你了。以二嫂现在的情况，你们还没送到镇上，不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先没气，便是母子俩一起没气。你这扫把星，老二媳妇这样还不是你害的？你给我滚！我能救李氏跟她孩子，当然，若是你们想让他们母子死的话，可以选择不相信我。你娘再犹豫下去，二嫂和孩子……你闭嘴！哎呦，不能再等了呀！咱们快些送李氏去镇上医馆呐！好，我们把人送去医馆。二嫂，方才推你是我不对，但你现在赶去镇上，凉水只会流失得更快，到时候你和孩子都会有危险。慢着，二嫂现在不能移动。他冲上前压住张氏的手，看着李氏说：二嫂，你若是死了，二哥那么年轻，肯定会再娶。都说有后娘就有后爹，到时候二丫跟二郎的日子，哎，咱们村委那家的孩子……你闭嘴！你会好心救我？害死你对我也没有好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闹？娘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真能救二嫂。你让开！张氏没好气地将他推开。这是你逼我的。你想做什么？张氏还未看清古月兰如何出手，人就晕了过去。稳婆花大娘错愕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张氏。杀人！闭嘴！你可以留下帮我打下手，或者我也把你弄晕。打下手。很好。古月兰说完，用意念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空间。很好，她也跟来了。她佯装从衣袖中掏出自己的银针包。花大娘见此愣了一下。你会针灸？别废话，孩子的脚已经缩回去了。我正了胎位后，你来接生。好的。二嫂，有点疼，你且忍忍。1个时辰后，一声微弱的哭泣声在老方家响起。孩子没事吧？有点体弱，没啥大毛病。古月兰累得不想动，
但还是弄醒了倒在地上的张氏。清醒的张氏一看是他，立即挥出了巴掌。啪！古月兰抬手挡住了张氏的巴掌，眼中带着一丝怒意。信不信我能让你再晕一次？大妹子，你二儿媳母子平安，这可多亏了古氏啊！当看到李氏跟孩子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他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。古月兰轻哼了一声，转身去厨房找吃的。她一边吃一边想，这个家我是一定要离开的。疼，原主的身体有病。古月兰给自己把脉，没病啊，为何心口忽然疼痛？不管了，这个地方我是一定要离开的。谁愿意和男主绑在一起啊？古月兰弯腰捂住心口，只觉得呼吸困难。约摸1刻钟后，心口疼痛才慢慢消失。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里，古月兰算是摸清楚了，只要她一想着离开方家，离开男主，心口疼痛就会不断加剧。这是要我跟男主绑死的节奏啊！原主啊原主，你是走得干净了，却让我来帮你填坑。姑父！听闻噩耗，匆忙赶回来的方清河直冲古月兰挥拳，砰！毫无防备的古月兰晕过去前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最好把我直接送回去。古月兰这一晕就晕到了第2天。她醒来后，看着记忆中熟悉的房屋摆设，气闷地走出房门。张氏看见她的时候，脸色不是很好。饭在厨房温着呢。我回镇上了。老二昨天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是着急你二嫂跟孩子，没把传话人的话听完，就匆忙跑回来。理解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那个，老三今日休沐，你就别回镇上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回镇上找他。古月兰话音方落，院门就被人砰的一声踹开。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古月兰的便宜相公方家老三方清玉、字元善。怎么，秀才娘子，以为躲到乡下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？这借我们赌坊的银子是不是该还了啊？黑老大，能否再宽限一些时日？宽限时日，给你继续躲下来吗？那你想如何？方秀才，你这家徒四壁的也不值几个钱呢。倒是听说你妹妹如花似玉，不如拿她抵债啊？不可能！你自己借的印子钱，自己还。借条上签的可是你的名字。你说什么？秀才娘子说的没错呀，借条上签的确实是方秀才的名字。我要看借条。看吧。250两。方元善一个踉跄，差点被气晕。我借的是100两，还钱却要还250两。黑老大能解释一下吗？利钱。那你给我说说，这利钱你们赌坊是怎么算的？每天1两利钱，算到今天正好是100两，多出的50两是我们兄弟的跑腿费。1天1两的利钱，这是要人命啊！你这腿是金子做的，要收50两的跑腿费？差不多。家里能凑出250两吗？就家里这情况，你觉得能凑出250两吗？哦，原来家里这么穷啊！这么穷了，家里人还愿意供你读书，真是不容易。方元善磨牙，恨声道：若不念书，
便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方秀才，你们欠的银子最好今日就还，如果继续拖下去，利钱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不用你管。方圆善说罢，疾步走进自己的屋子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古籍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张氏嗷的一声叫起来：儿啊，那是你外祖父留给你唯一的一本书啊，你不能啊！娘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欠你们赌房的，你们找他还。张氏怒吼一声，看向古月兰的眼神恨不得吃了他。咦，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吼老子！你们站住！这本古籍是前朝大儒的遗作，虽是手抄本，却也千金难求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老黑听后目露金光，赚了！相公，这书既然值钱，咱们不如把它拿去县里的当铺活当，日后攒够了钱再赎回来。古月兰提议。去县城可不近呐，秀才娘子，你们再拖欠一日，这250两可就变成300两了。胃口那么大也不怕撑死。这些年欠我们赌坊银子不还的，不是妻离子散，便是家破人亡。我还怕你？古氏。方圆善出声喝止，不舍得轻抚着书籍。黑老大，这书你能否给我留上半年？好啊，不过半年太长了，最多1个月，赎银嘛500两。先把欠条拿。古氏。方圆善出声喝止，不舍得轻抚着书籍。黑老大，这书你能否给我留上半年？好啊，不过半年太长了，最多1个月，赎银嘛500两。先把欠条拿来。老黑磨牙，怒指着他的面门，不甘不愿地把欠条递过去。古月兰示意方圆善去拿，他则把古籍翻了翻，又摸了摸，才丢给老黑。记得把书保管好，说不定他能救你的命。他可不仅仅只会治病救人，下毒什么的那也是小菜一碟。秀才娘子，欢迎下次继续来我们赌坊借钱呢。啊，只怕你不敢借。呸！老黑朝他不客气地啐了一口，才带人离开。老娘今天跟你拼了！娘！方圆善及时接住了他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别吓我呀！家门不幸啊！这天傍晚，他先前闹着合理，便应了他吧。其他人面面相觑，而后都看着方老爹和张氏。张氏抿着唇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老三，你真的想好了？”要停就进来停，站在门外像什么样子？你们继续。古月兰含笑说完，自然而然地坐在方圆善的旁边。你不想坐便站着。要不相公站着？顾氏，想来方才的话你也听见了。明日我和老三陪你去县城把和离书办了，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娘说什么呢？我和相公感情好着呢，我们不会和离的。你放手！感受到他的嫌弃和厌恶，古月兰的手握得更紧了。相公，别不好意思啊。讨厌我是吧？那我就恶心死你。要不是不能和离，你当我愿意帮原主背锅啊？不是，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
看向这个家真正能做主的人张氏。娘，我知道自己之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如果我能把相公的古籍赎回来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为了留在这个家不是为了他的小命，他只能暂时先委屈一下自己了。1个月内你能拿回老三的古籍，就继续留在家里，若是拿不回来，到时候你拿到的就不是和离书，而是休书。好，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，今后我只要是不做坏事，希望家里人都能支持。爹娘做主便是。方老爹又朝张氏点点头，算是同意。这事我们可以答应，但这1个月内你再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来，我们方家绝对容不下你。娘放心，这个机会我是很珍惜的。第二天，方元善要回镇上书院，古月兰正好也想去镇上看看情况，便跟他一起走。一路上，二人一前一后的走着，谁也不说话。要我送你回镇上租住的小院吗？不用，我认路。你陪我逛逛，我看看在镇上能做什么生意。走吧。四宝镇是个环形小镇，四方八达，东面有条大河，此时正在修建码头。那是码头？是，已经修建了1年多了。今年端午当日，县里的大人们祭拜过河神后，便能正式使用。想来那天的人一定很多。你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哼，肯定不一样啊，心思都给你换了。此处小院只有2间屋子和小小的院落，住着原主和他的丫鬟翠红。原主是县里一家小酒楼老板的庶女，因为嫡母不喜，便将她嫁到了乡下。好在亲爹还算个人，给她找了个读书人家。古月兰站在小院里，左右看了看。咱们把房子退了吧。啊，退了？是啊，1个月要80文的租金呢，咱家现在可没钱。你也知道家里没钱。我每月超出能有100文，租金还是付得起的。原主啊原主，这么好的相公你都不珍惜，是眼瞎了吗？还是退了吧，省钱。你不是打算做生意吗？这个小院留着，或许对你有用。相公真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不早了，我该回书院了。不急，咱们一起吃个午饭你再走。古月兰转身回了他住的屋子，翻找原主藏起来的资产，结果除了嫁妆箱里的几身衣裳外，原主藏起来的值钱东西都不见了。知道原主的便只有他的丫鬟翠红。古月兰可没有忘记，书中的翠红可是嫡母安排在原主身边的搅屎棍。各吃了一碗素馄饨后就分开了。目送方元善走远，古月兰才转身回租住的小院。她的空间不大，只有50平方，里面最多的就是药材和她自己制作的药膏药丸。翠红悄悄推开了小院的门，小心翼翼地往里走，正好对上古月兰似笑非笑的目光。小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把我们的衣物简单收拾一下，准备回村。回村？小姐，你不是说乡下又脏又臭，打死也不会回村里住的吗？哦，那是我以前的想法，我现在觉得乡下也挺好的，山清水秀，空气也好。不回村，我怎么收拾你？刚出镇门，翠红就抱怨起来。小姐，咱们就这样走回去嘛？不然呢？你有钱坐牛车？奴婢没钱。哼！古月兰冷嗤一声，偷了我的东西还说自己没钱，哼，等着吧。一刀杀了是痛快，但钝刀子磨人才能叫人害怕恐惧。只是等晚上吃饭的时候，
看着众人吃着没脱干净壳的糙米粥，他愣住了。你要是不想吃，就把粥给我跟你爹分了。没，我吃。晚上，翠红打算和古月兰睡一个屋，却被无情地赶去了柴房。不忠心的人只配睡柴房。第二天，古月兰起来的时候，便拉着小姑子方青梅去了后山。方青梅不是很乐意跟她出去。哎呀，你拉我去哪儿啊？后山，那里有几棵桑树，我们去采桑叶。古月兰昨晚睡前就想好了，她要做翡翠豆腐。那我回家拿篮子。哦，那你快去快回。两人这一忙就忙了一个时辰。回到家后，古月兰不客气地指使方青梅继续跟她干活。大嫂前世刚从河边洗衣裳回来，看到古月兰指使小姑子干活，讥讽道：自己有丫鬟不指使，倒是把小姑使得团团转。对呀，大嫂，翠红那丫头呢？在你屋里做针线呢。翠红，你出来！翠红久久不出来，古月兰便讥讽道：你这丫鬟活的倒是比我这个小姐金贵了。小姐，奴婢正在屋里绣帕子呢，到时候也能卖几个钱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跟着我一起干活，二是绣帕子。奴婢绣帕子。好啊，在屋里光线不好，你以后就在堂屋门口做帕子，每天绣2条，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饭吃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翠红睁大了眼睛。还有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进我的屋子。是。对于古月兰说的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饭吃的话，根本不当一回事儿。前世晾完衣服便进厨房看她忙活。这是做什么？准备给桑叶焯一遍水。古月兰往锅里加水，前世便蹲下来帮忙起火。见此，古月兰会心一笑。谢谢大嫂。我是想把老三的书尽快赎回来。三人一阵忙活，磨出了一桶桑叶姜汁。姜汁还需要进行过滤，交给钱氏和方青梅来做。他去准备碱水。张氏领着大丫二丫进门时，便看到古月兰和方青梅僵持着，似乎是在吵架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三嫂想动三郎的口粮。什么口粮？我不是古氏，还要跟三郎抢奶喝？一看张氏的神情就知道他想岔了。古月兰解释：娘，我做翡翠豆腐需要一些大米粉，青梅说那是给三郎提前准备的辅食，不让我动。可三郎离吃辅食还要6个月呢，能不能先让我用着，回头翡翠豆腐换了钱，我再买一些精米回来磨。那就先用着吧。半个时辰后，大锅里的桑叶汁越来越粘稠。古月兰问道：咱家有装豆腐那样的木框吗？没有，原簸箕可以吗？张氏问。可以。青梅，把火撤了。1个时辰后，翡翠豆腐凝固完成。古月兰看了一下天色。娘，今天的午时我给你们做一个凉拌翡翠豆腐。成，我们也尝尝味，看他能不能换钱。须臾，老方家就飘出一股浓郁的香味儿。堂屋中，大丫和二丫嗅着这股香味儿，馋虫都被勾起来了。大娘啊，你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可真香啊！老三媳妇做的。哎呀，他现在都下厨干活了。老大的跟青梅帮着呢，瞧着似乎是改了一些。就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！开饭了！方老爹第一个动筷子，在众人的瞩目下，一连吃了2块，才说：
好吃啊，你们也吃。吃完后，众人觉得余味无穷。老三家的，你打算怎么卖呀？今天天色还早，我打算拿出镇上卖，1斤卖5文钱。5文钱？是不是太贵了？豆腐也才2文钱1斤。娘，咱这是物以稀为贵，何况这翡翠豆腐只有咱家会。那2簸箕的豆腐挺多的，让老二进了牛车，带着你和青梅一起去镇上。好。翠红，你好好在家绣帕子，晚上才有饭吃。钱氏瞧他脸色不对，去堂屋找张氏。娘，那个翠红要不要管管？不用，老三媳妇会处理的。二哥，咱们先去酒楼问问。酒楼？对，酒楼。掌柜的正在低头看账，古月兰轻敲柜台，笑着说：掌柜的，我们有些东西想要卖，您能瞧瞧吗？苏掌柜一看，眼中露出一丝惊讶。咱们后院聊。去了后院，当他看到厨房里有虎尾，也就是香菜的时候，便说：青梅，虎尾也洗一些，一会儿我要用。这个虎尾有些人可受不了。没事，咱们做2盆，1盘浇辣椒和蒜米，1盘浇辣椒、蒜米和虎尾。好香。苏掌柜，您尝尝。凉拌的翡翠豆腐入口，苏掌柜不住点头。味道不错。秀才娘子想怎么卖？散卖是5文钱1斤，苏掌柜要的多，可以4文钱1斤。这么贵，能卖出去吗？成，那每日先给福马楼送5斤。三嫂，咱们就这样卖出了5斤翡翠豆腐？是啊，剩下的翡翠豆腐，你和二哥去集市上卖，我去书院看看你三哥。去吧去吧，这边有我跟二哥呢。书院门口，古月兰被看门的大爷拦在门外，说是教育来视察，书院今日不允许外人进入。不得已，古月兰只能想别的法子。片刻后，他站在书院围墙下，绷着脸叹气。没事干嘛把围墙修得这么高？一进屋，他就目的明确地朝左边的床榻走去。经过一番寻找，他从床头的一本书里抖出了一张红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装着50两的银票。古月兰啧啧2声，把红包直接丢进空间。先生，我确定昨日到今天并无他人来过我们的屋子。这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怀疑跟你同住一屋的人呢。既然刘生怀疑我，那便送我的床榻和书桌吧。梁先生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点了3名品行端正的学子进屋搜查。先生并未搜到。我的床榻和书桌都搜了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说不定是偷的人把银票藏在身上了。我为何要偷刘生的钱？你媳妇儿借了赌坊的钱，你拿自己珍藏的古籍抵了债，你交代赌坊的人留着古籍，说是1个月内你会把古籍赎回来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缺钱呢，所以你才会偷别人的钱。我是缺钱，但我不会因此就做有损自己品行之事。阿香鬼，没有证据的事不要瞎说。先生，学生只是合理猜测。你既然没偷，你怕什么搜身呢？既然屋子都搜了，再搜个身也没什么，总好过一时被人怀疑。对，搜身。梁先生觉得这行为简直有辱斯文，气得不想说话。方元善不想梁先生难做，看了马相鬼一眼，才说：先生，我同意搜身。那就搜身吧。正要靠近方元善时，躲在假山后的古月兰忍不住了：我不同意搜身。你何时来的书院？
刚到。要搜身可以，但在场的所有学子都要搜身，这样才公平。凭什么搜我们的身啊？这女子如此胡搅蛮缠，不会真是方圆善偷了钱吧？可闭嘴吧你们！平白无故就要搜我相公的身，你们是县令大人吗？梁先生听后捋着胡子说：蔡教育，要不把所有学子的身都搜一遍？你们不是怀疑袁善吗？那就一起搜身吧。主意不错。所有人分成2组，先后进屋搜身。梁先生说罢，率先进屋，蔡教育紧随其后。方圆善想要尽快摆脱怀疑，选择站在了第一排。快点进来！梁先生催促。方圆善正准备进屋，马相鬼忽然身子一歪，跟他撞在一起。见此情景，古月兰嘴角抽了抽。这是现场给便宜相公来一出栽赃陷害啊！很好，既然你视金钱如粪土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古月兰快步走上前，一边方圆善整理衣襟，一边说：相公啊，进屋后你乖乖的自己把衣裳脱了，千万别让别人靠近，以免被人栽赃。多谢。马公子，许久不见，你可安好？马相鬼轻哼一声，便走到了另一边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第一组的人从屋里出来，古月兰朝方圆善靠近。相公，搜到银票了吗？没有。马相鬼皱着眉看着他，心里疑惑起来。他方才塞到他身上的银票呢？屋外的人动作快一些，难道是他发现拿走了？又是一番搜查后，并未发现银票在谁的身上。对此，梁先生和蔡教育的脸色都很不好看。刘生啊，屋子也搜了，同窗们的身也搜了，现在你可满意了？刘生立即拱手作揖，惶恐道：学生惭愧，可学生的银票是真的不见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不定是你故意把银票藏起来，以此冤枉别人。你这妇人，休要胡言乱语。你怀疑别人可以，怎么就不允许别人对你进行合理怀疑？先生，他虽然是苦主，可为了公平起见，是不是也该搜他的身？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。不对啊，刘生也要搜身，说不定真是他故意冤枉人呢。小娘子的话十分在理，梁先生，那咱们再辛苦一下。让蔡小玉见笑了。袁善兄，进屋前你不会是把银票藏在嫂子身上了吧？要不把嫂子的身也搜一遍？你说什么？相公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他看似在劝架，实则顺势把那只红包塞入了刘生的衣襟内。袁善兄这么生气，莫不是被小弟猜中了？袁善，梁先生及时出声制止。书院内不得打架斗殴，违者开除。相公，咱别冲动。进屋。是。刘生得意地看着方圆善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。这时，一只红包从他身上掉了下来。有那动作快的学子已经弯腰捡了起来，打开一看。刘生，你果然是故意的。先生，刘生的银票一直藏在自己身上。你简直岂有此理！枉老夫这些年对你的教导。你给老夫滚回家中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这1个月内把45经都抄上100遍，完不成任务，你以后就不用来书院了。作为学子，学识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品性。惊愕的刘生这才回神，哆嗦道：先生，学生是被冤枉的。对，你是被自己的银票冤枉了。
知所谓，丢人现眼。等其他学子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梁先生才看向方圆善。这事儿啊，你别多心，先生始终是相信你的。去献学的名额呢，依旧是你和苏毅二人。多谢先生。天色不早了，先送你媳妇儿坐车回村吧。是。今日书院不许外人进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猜？方才谢谢你啊。不用，毕竟我们是夫妻嘛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跟着走便是。不一会儿，古月兰便指着树下的小竹篮，提上，那是给你带的。哦，你钻狗洞进的书院？古月兰一个踉跄，瞪着他。我就不能是翻墙进去的吗？翻墙进去的人，裙系的位置不会有2个泥印子。说罢，方圆善弯腰帮他把裙子上的泥土拍干净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整个人都不得劲儿了。我在做什么呀？我为何要帮他拍裙子？古月兰也有些无措，快速的往前走。那个二哥跟青梅在集市上卖翡翠豆腐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上去。集市里，方青梅把最后一份翡翠豆腐卖完，便说：二哥，咱都卖完了。对，卖完了。明天咱们多做一点。这个要问过你三嫂，毕竟翡翠豆腐是她做的。三嫂看着已经空着的簸箕，古月兰笑了。这么快就卖完了，厉害。都是三嫂的法子好用，一开始没人买还嫌贵，等试吃之后愿意买的人就多了。不错，明天我们再接再厉。我们买些肉回去。三嫂，肉就不要买了，咱们把钱攒着，尽快把三哥的书赎回来。书要赎，肉也要吃。方青梅跺脚。三哥，你看他呀，刚赚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家里也许久没吃肉了，买一些无妨。可这钱是攒着给你读书的。二哥，赎书虽然重要，却也不能让你们累坏了。兄妹三人谁也不能说服谁，便沉默不语。三嫂身上的20文全花光了。许是他的怨念太深，古月兰回来时便察觉了。青梅生气了？我可不敢。说罢，方青梅背过身去不看他，这孩子气的模样逗笑了古月兰。他把肉包子递给方圆善。这包子你配着小竹篮里的翡翠豆腐一起吃。这包子给我买的。你快回书院吧，我跟青梅和二哥也要回村了。哦。方圆善有些愣神，见此，古月兰无奈地把他拉到背人的地方，说悄悄话：回去后记得跟梁先生说换屋子的事儿。方圆善会意。好，我也不打算跟那等小人一起住了。不止刘生，那个马相鬼你也要注意。你不是对他很有好感吗？以前眼瞎。他塞到你身上那50两银票，我先收着，你有意见吗？方圆善摇头。你放心，这钱我绝不乱花，一定会在1个月内凑够500两，把书赎回来的。回村的路上，方青梅好奇地问道：三嫂，你刚才跟三哥说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就这么好奇我跟你三哥的事儿？有点儿，不过我更想问，咱们明天能多做一点翡翠豆腐吗？一想到今天赚了70文钱，方青梅就忍不住激动。可三嫂太能花了，一下子就把福满楼给的20文给败光了。1个簸箕大约10斤的量，咱们明天多做1个簸箕的量，应该足够了。这量少了，咱们是下午来的，若是早上来，卖到下午可以卖4个簸箕的量。明天先卖3簸箕的量，如果不到中午就卖完了，后天再增加1个。这样也成。回到村里，太阳已经落山。
回来了，东西卖完了吗？娘，都卖完了。姑娘家要注意一些。娘，咱们今天赚了77文钱，可三嫂一下子就花光了20文。你三哥同意了，还有晚上的肉你别吃。我为什么不能吃？你说呢？把买的东西拎去厨房。你妹竟然买肉了。相公同意的。屋檐下，正在绣帕子的翠红一听晚上有肉吃，心里喜滋滋的。只是等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却愣住了。2条手帕都绣好了。啊，小姐，奴婢只绣了1条。我今天说过了，不完成任务没饭吃。古月兰说罢，将她推出堂屋门。今天没有做完的任务，明天要一起完成。那她明天岂不是要绣出3条帕子？没错。古月兰似笑非笑地看着翠红。任务完不成可以拿银钱换吃的。奴婢没钱。翠红低下头，便抽噎起来。哭丧呢？古月兰的语气瞬间冷了几分。滚到柴房去。堂屋里，方老爹忍不住看向身旁的妻子，张氏睨了他一眼。都坐好，准备吃饭。吃肉，吃肉。古月兰吃得很满意，说道：大嫂的手艺真好。被夸奖的钱氏笑了笑。肉菜哪有不好吃的？耿直的方青梅却说：娘做的肉菜就不好吃。被揭短的张氏瞪了女儿一眼。吃肉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古月兰才知道她婆婆的厨艺似乎不太行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饭后，大郎领着弟妹们在院子里散步，然后开始背千字文，在地上识字练字。堂屋里，古月兰正跟张氏、钱氏2人商议明天卖翡翠豆腐的事。娘，明日让二哥和青梅去镇上卖豆腐吧，我要去山里看看。不进山，他怎么找借口把他藏在空间里的药材拿出来？山里危险，你还是不要去为好。我就在外围看看，不进深山。成，那明天我陪你去。洗澡后，古月兰再次给后脑勺抹了药膏，躺下休息。睡得迷迷糊糊之际，就被一阵拍门声给惊醒了。老三媳妇，快起来，有人找你救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娘子啊，是我找你。花大娘激动地握住她的手。隔壁村苏地主的媳妇儿难产了，你要是能够保住他们母子平安，能得100两的赏银和谢礼呢。我跟你去。他正愁找不到财路呢，张氏也不拦着，朝大房那边喊了一句。苏老爷在产房门外来回踱步。怎么样了？夫人怎么样了？那2个稳婆到底行不行？去请人的花稳婆把人带回来没有？一连串的问话，管家也无法回答。花大娘气喘吁吁地跑来。苏老爷，我把人给请来了。哪儿呢？看着古月兰那张过分年轻的脸。这小姑娘会接生？我会。古月兰最讨厌别人怀疑她的本事。大娘，带路。把人带进屋。进了产房后，古月兰才发现生孩子的人竟是高龄产妇。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是高龄产妇？哎呦，我给忘了。花大姐，这姑娘能行吗？哎呀，肯定比咱们行。人家连脚先出来的孩子都能让人顺产，苏夫人这情况可轻多了。夫人别担心，孩子好好的，你只是平时缺少锻炼，加之年龄有点大了，这才费时一些。真的？真的。
花大娘，你来接生，按我上次教你的呼吸法。哎，好的。苏夫人，孩子很努力的想出来，你也要加油。半个时辰后，苏夫人总算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。苏老爷听见孩子的哭声后，急得直拍门。夫人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老爷，夫人母女平安。好，好，好。赏，府里的每个人赏1个月的月钱，佃户租金减1成。这可真是大好消息啊！明日苏夫人醒了，就让她下地走动。之后，他又开了一张清洗的药方和月子餐交给了丫鬟。出门后，苏老爷又跟他问了许多问题，古月兰都一一回答了。可苏老爷却似乎不放心，不得已，古月兰只能说：苏老爷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日继续上门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管家带姑娘贵姓？苏老爷才发现自己还不知道人家如何称呼。晚辈姓古，夫家姓方。原来是古娘子。管家，你亲自送古娘子回去。在前院等待的方青山看到古月兰出来，迎了上去。三弟妹，大哥放心，苏夫人母女平安，我们回去吧。看着马车上一堆的东西，古月兰会心一笑。这一趟赚了。老大回来了。哈，回来了。方青山率先跳下马车，邀请苏管家进门吃个便饭再回去。苏管家却笑着说：今天不行啊，府里正忙着呢。成，那您先忙着。老三媳妇，快醒醒，到家了。睡得正香甜的古月兰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清张氏的时候，整个就精神了。娘，我这是到家了。到了，快下车吧，别让人等久了。大哥，你去帮一下苏管家。愣神的方青山才终于动起来。送走苏管家后，方家人聚在堂屋里，看着苏家送来的一堆谢礼。这谢礼也太多了吧！就对上4个孩子眼巴巴的眼神，笑了。去把手洗干净了，三婶给你们分糕点。好耶！孩子们欢快地跑去院子里洗手。不用全给他们吃，留些送去给老三，他念书费脑。娘，相公要知道你这样做，他估计读书也不安心。这些年，你们为了供相公念书，起早贪黑的忙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身上的衣服更是补了又补。平时有点好东西也要留着等他回来，或者送去书院给他，生怕委屈了他。可他心里又何尝不担心因为他而委屈了你们呢？张氏愣住了，他心里酸涩又难受。他看向方老爹，似在询问他的意思。方老爹叹了口气：这苏家送的谢礼，老三媳妇看着安排吧。孩子招手：进来呀，咱们分糕点了。孩子们欢乐地走进堂屋，乖巧地坐在屋子上。古月兰挨个检查他们的手，随后分糕点。早上一块，中午一块，晚时后一块。这包送去给爹娘，然后回来吃糕点。我们也有糕点吃啊？你可以不吃。古月兰逗他：我要吃。二房的李氏收到糕点时，忍不住跟方清河嘀咕：清河，你说这三弟妹是不是变好了？估计是。趁着三郎不哭闹，你赶紧睡一会儿。我这奶水越来越少，只怕三郎醒来吃不饱还是要哭的。我一会儿跟小妹去镇上买绯色豆腐，回来时去医馆问问大夫。小妹啊，他真把最关键的一步交给你了。
你三嫂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确实，他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了。这个不好说，咱们还是赶紧干活吧。4时，钱氏目送他们走后，才去河边找大鸭和二鸭。等钱氏赶到河边的时候，2个小姑娘已经把衣裳都洗好了，就是水拧得不干。大鸭、二鸭都洗好了吗？娘，我们都洗好了，就是抬不动。不用你们抬，娘一个人就行。大伯母，今天我们还能够吃午食吗？这个得问你三婶。青山媳妇儿啊，听说你们家昨日吃了肉，是不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子了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找到发财的路子，可别忘了带上我们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有财一起发呀。若真是有才艺启发，青东家为什么不把做木活的手艺交给村里人？青岩家打猎也厉害，要不回头我叫青山去跟他学一学。被提到夫家名字的妇人一个个黑了脸，瞪着钱氏。我们活命的本事凭啥要交给你家呀？就是，真不要脸。钱氏嗤笑出声。原来你们也知道要脸呢。你快点回去告诉奶奶。钱氏含笑看着女儿，倒是没有再理会那些说风凉话的妇人。没跟他们干架吧？没有。娘，我又不是孩子了，哪会跟人干架？这话你也好意思说？去年是谁一人跟3人干架的？说起去年钱氏打架的事情，张氏就心有余悸。钱氏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娘，那不是他们欺负人吗？我一时没忍住。老方家因为供着一个读书人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，可以说是村里最穷的人家。尽管如此，可老方家依旧咬牙送方圆善去念书。为此，村里不少人家虽然有些羡慕，但嫉妒和说风凉话的更多。毕竟读书耗时耗财，最后还不一定有结果。加之方圆善读了10多年书，考了2次院士都没过，村里人说起话来更是不客气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古月兰忍不住去打量钱氏，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直白，钱氏扑哧一声笑了。三弟妹，我没跟人干架。那就好。古月兰说完，觉得这样回答不好，又说：干架也没事，我能帮你。钱氏一愣，仰头大笑。你这娇小的身体若是被打坏了，三弟该心疼了。大嫂，我是生的娇小了些，但干架的本事可不小。你有这多余的力气，回头跟我下地干活去。张氏说完，就听见家里传来三郎的哭声。我先回去看看。没任李氏怎么哄都不停，急得李氏也跟着红了眼睛。张氏进来就劝道：坐月子可不许哭，对身子不好。可是三郎没奶吃就哭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都怪三弟妹，她要不推我，三郎也不会早产，我也不会没有奶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我一会儿让你大嫂煮些米汤喂三郎。你有法子就进去看看，你二嫂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心眼不坏的。我知道，二嫂和三郎没事吧？你二嫂不下奶，三郎吃不饱就一直哭闹，可愁死我了。娘，我先给二嫂看看，你别急。二嫂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把脉看看。你还会把脉看病？古月兰不愿多说，毕竟说多错多。你接生的本事也是看数学的吗？你少问几句，安静的让你弟妹把脉。
二嫂身子有些虚，其他没有大毛病，吃上半年的药膳汤就能痊愈。这个汤也下奶。药膳汤是不是需要药材？那药材贵吗？不贵。娘，这药材的钱我来出，毕竟是我导致二嫂早产的，这钱该我出。三婶，村委清源大伯杀了大野猪，咱们今晚能吃肉吗？走，咱们买肉去。老三媳妇，你可不能太纵着他们了。娘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大郎二郎的。这个蛊事。娘，我瞧着三弟妹是越来越好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那就是个乱花钱的主，我能不操心吗？三嫂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的翡翠豆腐，哇，好香啊！家里煮肉了吗？方青梅跑进厨房，便使劲嗅着那股香气。张氏起身拍了拍她的头，笑骂道：瞧你这点出息。三嫂，你做的什么菜啊？好香啊！蒜香排骨。古月兰快速地翻炒着。一会儿吃了午饭，你陪我去苏地主家，看过苏夫人之后，我们去镇上给你三哥送吃的。三嫂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关心我三哥了，有吗？古月兰才不会承认，她只是想刷一刷男主的好感，毕竟他可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大佬。当然有，你前天给三哥送了翡翠豆腐，然后又给他买了2个肉包，今天又送去好吃的，这还不是关心啊？去看你爹和大哥回来没有，他们回来了才能开饭。老方家今日又成了村里的焦点，实在是那股肉香太浓郁了，附近住的几户人家都馋得流口水了。吃过午饭，古月兰正准备和方青梅出门，苏家的马车就到了。正忧愁要走路的古月兰便笑了：娘，那我们走了。去吧。苏老爷拦着儿子嫌弃地说：你赶紧回书院去，家里不需要你。苏毅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爹：我就是回来看娘和妹妹的。爹，您就让我进屋看看吧。进什么进？你不是喜欢在书院住着吗？以后都不用回家了，反正我和你娘已经不需要你了。走走走。爹，您不能这样。苏毅对于他爹的操作简直要崩溃。我哪样了？我是不给你银子花了，还是不给你饭吃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毅往左边走，他爹却往左边拦。您就让我看看娘和妹妹吧。看什么看？屋里躺着的是我媳妇儿跟闺女，抢我看闺女，我建议你快些成亲，自己生去。苏毅被他爹折腾的直接没了脾气。爹，您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啊。苏老爷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，有了闺女的苏老爷现在底气足足的，看儿子都带着万分的嫌弃。苏毅被他爹的眼神弄得都想原地打滚了，顺道回忆了一下他小时候的混账劲儿。娘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小点声！门外的苏管家不得不出声：老爷，顾娘子到了。他真怕老爷和大公子再闹出什么动静，到时候可真是叫古娘子看笑话了。顾娘子来了，让你见笑了。并没有，倒是让我羡慕苏老爷和苏公子的父子情。古月兰是真心羡慕。前世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，之后他和爷爷相依为命。苏老爷瞪了儿子一眼，才说：顾娘子，你随我来。苏公子也是四宝书院的学子。是，
嫂子许是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嫂子。苏毅便说起他和方圆善的事情。古月兰听了一下，就反应过来了。苏公子便是跟我家相公一起被举荐去献学的人。正是在下。你不要拦着古娘子给你娘看诊。苏老爷看向古月兰的时候，那满脸笑容几乎要闪瞎他的眼。让古娘子见笑了，他们父子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。足见苏老爷和苏公子的感情是真的好。今日下地走动了吗？走了一会儿。明天继续如此。哪天太阳好又没有风的时候，苏夫人可以到外面晒晒太阳。古月兰才说完，伺候的婆子却皱眉说：坐月子的人怎么可以随意出门？屋里其他人也好奇地看着古月兰，等她解释。唯有苏毅趁着大伙的注意力都在他娘那里时，悄悄地把妹妹抱到一边亲香。古月兰睨了一眼他那做贼的姿态，笑道：日光可以杀菌，就是杀毒。不仅苏夫人要晒，孩子出了月子也要晒，但不是中午的太阳，而是早上和下午的太阳。晒太阳的时候不要抬头直视着太阳，孩子的脸上盖一张深色的帕子，保护他的眼睛。我建议苏夫人自己喂养，不仅对孩子好，对母亲的身体恢复也有好处。等您出了月子之后，我再教您一套收盆骨、减肚子的动作，这样您就能恢复好身材了。我真能恢复以前的身材？那要看苏夫人有没有毅力坚持了。夫人，哪有坐月子的女人出门晒太阳的？您可不要轻信了。孙嬷嬷，顾娘子接生的本事那么厉害，她说的肯定没错。这是完全的信任古月兰了。对于她的这份信任，古月兰是高兴的。毕竟没有哪个大夫喜欢自己的专业被人怀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把该说的该交代的都说了后，古月兰便起身告辞。苏夫人，我几日后再来看诊，您好好休息。苏老爷，我们姑嫂想去镇上一趟，能否请你们家的马夫送一程，我出车费。这个自然没问题，车钱就免了。你不是要回书院吗？顺道送一送古娘子姑嫂，你坐车圆上，可不许坏了人家姑嫂的名声。被嫌弃的苏毅拱手作揖，笑道：爹放心，孩儿有分寸。这时好巧不巧遇上了书院放学的时间。此时一群学子涌出书院，方圆善也在其中。马相鬼见此，立即嘲笑出声：哎呀，这有些人的媳妇儿就是不守妇道啊！今天去勾搭这个，明天去勾搭那个，哼，绿王八都没这么绿的。我瞧你就挺像绿王八的。你，古月兰懒得搭理他，走向方圆善。相公，我和青梅来给你送东西。来之前我们去了一趟苏地主家，帮苏夫人复诊，顺道坐了苏公子的马车来镇上。三哥，三嫂可偏心了，煮好的排骨一大半都给你送过来了。袁善兄，这次多亏了嫂夫人，我娘和妹妹才能平安无事。届时妹妹的满月宴，你和嫂夫人可一定要来做客呀。一定。多谢苏公子相送我家娘子和妹妹来镇上。咱们现在都是同窗室友了，袁善兄不用如此客气。三哥，你和三嫂说会儿话，我去镇上逛逛。哎，等一下，这10文钱你拿着。三嫂，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拿着，女孩子逛街哪能没有钱的？这钱我该要吗？你三嫂给你的也拿着吧。谢谢三哥三嫂。方青梅拿着钱，笑容灿烂地走了。咱们去那儿坐一坐。青岩哥猎到了大野猪，我去买了一些肉，这排骨是中午炖的，你尝尝。以后家里煮了肉，
你们留着吃，不用给我送。我在书院的饭食还不错。书院的饭食确实不错，但你吃的并不好。古月兰在来时的马车上跟苏毅打听了一下，得知方圆善为了省钱，每日只食2餐，且每餐的饭食都极为简单，一个窝头配1碗白菜煮的清汤。将近1.8米的大男孩，一年4季在书院都是这样过的，难怪他那么瘦，似乎一阵风都能吹跑了。方圆善被揭穿，脸上出现了一股羞赧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不会告诉爹娘，青梅那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根本没听出苏公子的言外之意。方圆善低头啃着骨头，好半天没说话。古月兰担心他心里有想法，正要说话，苏毅忽然蹦了出来。哇，好香啊！袁善兄，这股香味儿在来时的马车上我就闻了一路了，能否分一些给小弟尝尝啊？苏毅盯着排骨看，哈喇子似乎要掉下来了。能分一些给苏公子吗？相公做主便是。看向苏毅，发现他两手空空。你打算用手抓？没有。苏毅笑着从宽大的衣袖中拿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碗，见此，古月兰实在没忍住笑意，仰头大笑起来。他这是有备而来啊！方圆善瞪他一眼，不好意思地对苏毅说：“你别介意啊，他向来如此随性。”嫂夫人性子爽朗，跟袁善兄倒是十分相配。苏毅红着脸说完，便端着他的碗匆匆地走了。苏公子也是个妙人。你方才不该笑的。苏公子眉目清正，是个君子，肯定不会介意我的失礼，你可与他多相交。等他吃的差不多了，古月兰才说：“这次给苏夫人接生，我得了100两银子和不少谢礼，加上之前的50两，我手里已经存了150两。接生这么赚钱？那倒不是。古月兰叹着气，一是苏夫人难产，二是苏家有钱，苏老爷爱重妻子，才给了这么重的礼金和谢礼。你也不要有压力，过几日我要去县学了，县里人多，赚钱的地方也多，到时候我也想法子赚钱。你什么时候去县学？后日我就回家，第2天就要动身去县学。方圆善起身，看了看不远处走来的妹妹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和青梅早些回去吧。古月兰提着食盒，看了看他打了好几个补丁的靴子如常，打算回去就用苏家送的布给他做2身衣裳。那我们回去了。古月兰走了2步，又回头走到他身边，掏出1钱银子给他。这钱你拿着，这2日家里忙，我可能没时间给你送饭了，你自己吃好一点。方圆善没有接，古月兰直接把银子塞进他的腰带中。你……方圆善脸色一红，正要说他几句，哪知他已经跑走了。三嫂，瞧他神色有些不对劲，古月兰正要询问，刘生和几名学子从拐角处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。古月兰看到他的时候，脑中顿时炸开了花。青梅莫怕，直接从刘生等人身边走过。刘生在他们经过的时候，目光落在方青梅身上，他的目光太过于侵略性，古月兰想忽略都不行。于是，刘公子，听说你爹喜欢动手打人，不知可是真的？刘生的父亲有家暴倾向，其母就是被他殴打致死。刘生从小受其父亲影响，心里也是扭曲的，只是他本人不知道。家丑被古月兰当众说出来，刘生的脸色异常难看。等出了镇子，方青梅才松了口气。古月兰忍不住问：“你很怕刚才那个人？别怕，
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三嫂，他不是好人。今早我和二哥来卖翡翠豆腐，我内急想要去茅厕，出来的时候就遇见了那人，他拦住我，还想轻薄我。古月兰听后牙齿磨得咯咯响。别怕，回家之后三嫂给你准备一些东西，到时候再遇到这种人，你直接把他放倒。方青梅哭了一会儿，感觉心里的那股子郁气散了不少。三嫂，这事儿可不能告诉爹娘，他们会担心的。青梅，遇事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，不是隐瞒，而是大胆地告诉你的家人，他们知道了才能更好地保护你。可是什么？你的哥哥们可不是摆设，不然要他们有何用？娘知道了，以后都不让我到镇上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去啊！你三哥过几日就要去县学了，到时候我带你去县里玩。啊，三嫂，这事儿这么重要，你先前怎么都不跟家里人说一声啊？我没说吗？傍晚吃过饭后，张氏把古月兰叫到房里说话。青梅跟我说，老三拿到了去县学念书的名额。对，相公可厉害了。瞧他脸上洋溢的笑意，张氏也跟着笑了。你会跟老三去县里吗？等家里中了奖之后我再去。对了娘，我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沤肥的法子，明天让爹带着大哥二哥他们试试。张氏听后多问了几句，瞧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心里信了大半。成，这事儿一会儿我就跟你爹说，只是到时候你要在一旁指点，省得他们做错。张氏讲得十分周全，古月兰应下，说起了方青梅在镇上遇到的事情。张氏听完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娘，这事儿得让家里人都知道，以后青梅去哪里，大伙儿才会重视。毕竟咱们家青梅长得是真好看，被人惦记是难免的。张氏点头。我晓得，你出门也注意安全，毕竟也还是个小姑娘。古月兰长得也不差，眉目清秀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看着就是个讨喜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从主屋出来，古月兰去了方青梅的小屋。青梅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三嫂，你都跟娘说了？方青梅坐起来。说了。别怕，家里人都是心疼你的。这个你拿着。为什么送我荷包啊？里面装的是药粉，这荷包你要不离身的带着。古月兰说了药粉的用处，还教他如何使用。这一夜，方家人睡得并不安稳，一个是因为方青梅的事情，一个是因为方元善要去县学的缘故。第二天起来，张氏把古月兰沤肥的事情一说，低沉的气氛才得到缓解。这肥咱们多沤一些，不仅种姜能用上，地里的庄稼咱们也可以用上，肥力够了，庄稼才能长得好。老三媳妇说的是啊。娘，我去山里看看。古月兰往山里走，张氏不放心他一个人，对方老爹说：他爹，我跟老三媳妇去看看。行，记住别进深山。知道。张氏背了一只竹篓追了上去。古月兰一进山林就不停地往里面走，张氏跟在身后。老三媳妇不能再进去了。娘，再走一段我们就往回走。古月兰倒是听话。老三媳妇不能再往里面走了。张氏急了。山林里蛇虫鼠蚁多，深山更是有大虫和狼群，稍不注意就会遇到危险。古月兰停下脚步，盯着身旁的一丛植物看了看，还揪下叶子闻了闻，而后蹲下身开始挖它的根茎。老三媳妇，你这是……
娘，我找到好东西了。古月兰把发现三七的事情告诉了方老爹和方青山夫妇。爹，等娘回来，我们就一起上山。啊，三嫂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三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累的。有水吗？要饿死了。古月兰一天的兴奋，在下山的这段路都被浇灭了。干活太累了呀！他现在只想躺着不动。张氏瞧他没个形象，对方青梅说：“赶紧扶你三嫂回屋休息。”我要睡觉，好累。三嫂，洗了澡再睡吧，要不然你明天浑身酸疼更难受。方青梅拽着他去了厨房隔间，热水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泡在热水里的古月兰已经不困了。咱家谁做衣裳的手艺最好？二嫂啊。方青梅探头进去，被古月兰泼了一脸的水。方青梅把头缩回去，嘿嘿一笑。三嫂可真白。古月兰轻哼一声：“二嫂坐月子，现在不能做衣裳。三嫂要做衣裳？你三哥要去现学，我打算用苏家送的布给他做几身衣裳。苏家送的都是好料子，只能找二叔家的大堂嫂了。只怕他不会帮忙。他素来看不惯咱们家明明连饭都吃不饱了，却还要送三哥去念书的行为。我明天去找他，你陪我去。他现在看不惯咱家，以后有的他巴结。三嫂，你也相信我三哥以后能当大官？那当然，你三哥他可是最优秀的。那你……方青梅欲言又止，古月兰不解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三哥那么好，那你之前为什么看不上他？我以前眼瞎，这个解释你信吗？勉强吧。睡前，古月兰把冰镇在井里的下水拉上来，一锅卤了。方青梅不解：这都睡了，三嫂还要煮东西啊？准备做卤肉。娘啊，老三媳妇和青梅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要不你去说说？没事，让他们闹，明天起不来我再训他们。第二天，古月兰确实起不来，方青梅倒是醒了，毕竟她已经养成了早起的习惯。